央视刚刚披露了我军蛟龙突击队武统新战法，诸多画面更是首次放出，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在人民海军成立74周年之际，海军发布了主题宣传片《蛟龙行动》，引起网友热议。这部宣传短片以蛟龙突击队成员为第一人称视角，披露了武统台岛的新战法，包括前射蛟龙突击队上岛、敌后潜入、指引万吨大驱、两栖舰和航母发动斩首打击等，向外界透露了解放军精锐部队的作战模式。而此次亮相的蛟龙突击队是解放军海军精锐作战特种部队。美军报告认为，蛟龙突击队是堪比美国海豹突击队的海军精锐。解放军于2002年创立了蛟龙部队，参与了2015也门撤侨和2017年反恐行动。目前，蛟龙突击队主要负责执行敌后两栖侦察、火力引导打击、秘密渗透、水下特种防卫、潜艇搜救和反水雷作战等任务。据称，蛟龙突击队的淘汰率为 88%， 能够留下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这些特战队除了掌握海陆空警上百件不同类型的武器外，还要掌握跳伞、爆破、潜水、攀登、滑雪、车辆驾驶、擒拿格斗、方位判断、地图识别等本领。此外，还需掌握侦察、捕俘、审俘、照相等获取情报资料的手段，以及运用密码、通信联络等多管道传递情报的技能。这个单兵技术水平可以甩对岸草莓兵几十条街。而且随着蛟龙突击队扩编为旅级单位，也增加了如无人机大队、火力支援分队的编制。这是后勤保障跟技术力量的增强，使蛟龙突击队更具战斗力。在央视军媒的宣传视频中，可见解放军使用先进常规潜艇以潜射的方式，将蛟龙突击队成员从鱼雷发射管中发射出去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避免被敌方发现，从水中潜入的安全度更高。这些蛟龙突击队的特战队员都装备了特制的潜水服和氧气瓶，可以支持特战队员在水下持续潜航一段时间，直到目的地海岸。而且针对可能出现的潜在威胁，蛟龙突击队的特战队员装备了全军独一无二的武器——水下突击步枪。这种步枪装备了细长的 5.66 毫米乘120毫米飞镖型子弹，可以减少水中阻力，打击远处的水下目标，是水中作战的利器，在水下、水上都可以使用，实用性非常强。当然，在上岸后，蛟龙突击队一般使用191枪族，因为在露天环境中使用水下突击步枪会磨损枪管。在后续的宣传视频中，只见蛟龙突击队特战队员潜入上岸后，便寻找台军的纵深高价值目标，然后迅速确定其方位，引导解放军海空力量对其进行打击。航母迅速出动舰载机对其进行定点斩首打击，大驱也发射巡航导弹对特战队指引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，目标被成功摧毁。在未来可能的武统作战环境下，对于台岛的侦察任务对于解放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台军这些年大力引进西方制式武器装备，包括各种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等，意图将台岛打造成无坚不摧的金钟罩。这些武器实际上威胁着我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，若不能够在战时有效拔除，那么无疑会给解放军造成源源不断的伤亡。而且为了避免解放军的侦察，台军特地作训战时潜指和武器装备进行纵深转移，以规避解放军的精确打击。对于台军的部署动向，解放军有多种手段进行侦察，如高空长航时无人机、高分辨率侦察卫星等。但是这些侦察方式无法使解放军核实部分目标的真假，也不能确保发现全部的台军重点目标。他们会为了躲避解放军的空中侦察东躲西藏，或者藏到不易被发现的地下掩体、深山洞穴中，如敌方指挥部等高价值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需要特战分队上岛对敌目标进行分辨侦察核实，确认后可以直接引导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对其发起精确打击，这样更有效率。可以说，只要这些目标被解放军特战分队发现，基本上不存在逃脱的可能。
海军的航母舰载机在接到命令数分钟之内，便可以对台军目标进行精准的斩首式打击。针对藏身掩体的目标，解放军的火箭军有专门的重型钻地弹，一发砸下去就能够报销台军的任何目标。